我们是路边一条。你是路边一三条，只有三一自己是只有你。小黄，大黄，你别躲呀！你别躲呀！你别躲呀！嘛？怕我干嘛？哦，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不多，足够我在这年代奔波，足够我生活。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离线玩家阿亚频道。今天户外视频的主角是 OPPO Find X9 Pro 7500的电池，天玑9500啊。哎，我也是天玑9500 X300 Pro。7500。哦，9500。你傻逼吧你！我的电池是6500会稍微小一点。才6500，傻逼吧？说不定你吊打你。傻逼吧你？还一个人呢。作为一个这个手感最圆润的，我这台是荣耀的 Magic 8 Pro， 是7200毫安时的电池，然后6.71寸的屏幕，并且呢，它还是一个微曲屏啊，前面有一个这个3D 人脸识别。再一个呢，它搭载了骁龙815的处理器啊，非常强劲啊，而且是1.5K 的屏幕。我觉得今天这个续航爆杀你们两个，好吧？你也可以爆杀这个7500啊。你6500也爆杀了，好吧？那不好说吧？啊，为什么不好说呢？那上次我的 X300多猛啊！你不也就是比6300还差点吗？上次我的 X9表现非常的一般啊，但是我觉得我这台叫 Pro 肯定有它的道理好吧？今天我就要洗刷上期的耻辱，我觉得我应该是最强的。反正听说呢，这台7500的 X9 Pro 确实续航还挺好的啊。听谁说呢？听空强说的啊。但他现在正在上班。那我不信了啊。那相关的设置一个流程呢，我们会打在公屏的某个地方。大家如果喜欢我们视频，不要忘记了一键三连关注。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打王者荣耀吧。那么今天打10v10啊。哎，这3台旗舰机10v10应该肯定都稳得住吧？相信他们啊，感觉他们后面可能电位不够用，我们现在打10v10吧，后面没电了再打5v5吧。他好像在点什么东西啊？在电都了不起啊！怕你到时候又找借口说电少啊，10v10稳不住，其实就是垃圾，你知道吧？亮度经典好吧，跟上一次这3台手机的标准版几乎如出一辙呀，怎么办呀？你中间这个 OPPO 好暗呐，最亮的是左边这个荣耀啊，超亮好不好？我这个抬起来会变亮一点的。有我没睡醒 ，OPPO。Find X9 标准版它的亮度就非常不积极，这个 Pro 目前来看也是这样的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们后面再看吧。赶紧打游戏吧，别说了。我们开的都是120帧加自拟最高的画质啊。然后刚刚看了一下，3台手机好像就是翻起来，它的亮度都会变高，然后还是 OPPO 会最低。然后现在天气是温度只有14度啊，还是非常凉快的，应该不会发热很严重吧？那你为什么满头大汗的呢？哎呀，这个X9表现有点一般啊，紧张了是吧？很紧张，好吧？开打吧，开打吧。我绕后来看一下3台手机的屏幕亮度啊，你看这是 vivo 的。OK， 然后这是 OPPO 的，你不是说你抬起来就会亮了吗？会亮一点，但是没他们亮。亮在哪儿呢？这是 vivo 啊，大家看到了啊，这是 OPPO 啊，你看我死了，你死了，你不死也没有很亮，好吧？你看，确实你就是暗一些啊，对吧？来，再看一下荣耀嘛，大家看到了吗？这，那我 OPPO 拉满可以不？你拉高一点吧，拉高点吧。最高只有这么亮了。我们刚刚已经统一了音量啊，都是50%，但是呢 ，OV 的声音是差不多大的，我的荣耀还要更大一点，非常的。今天更大了呀。我确实更大，好吧。那我们把声音调到差不多吧。我们现在已经进入终局之战了 ，OPPO 还是120很稳啊。vivo 有一点点掉帧，115左右。我的荣耀没有什么问题，最低118。我们这把游戏打了15分钟，3台手机网络都没有什么问题了。vivo 的帧率有一点点不太稳定，最低的时候有110左右，但一下就回到120了。第一把均衡模式打完 ，vivo 还有98的电 ，OPPO 还有95，荣耀还有97。OPPO 的电比较真实啊，又真实啦，很线性啊，你们这假的。第二把游戏呢，我们就把游戏设置都打成高一点 ，vivo 把触控采样率调到了高，开了一个游戏超分、游戏视角增强、4G 震感，操纵设置里面也调高了。哎，你这个虽然没有什么爱酷的那个 Q 星专区，但是也还挺多的。不需要好吧 OPPO 打开了超级 HDR 画质、高分辨率，然后开了一个超频响应啊。我的荣耀呢，开启了一个操控增强和一个画质增强啊。现在3台手机的亮度是一个差不太多的情况。这个 vivo 呢，刚刚其实是挺亮的，但是它转向这边了之后就稍微暗一点了。OPPO 是比刚刚亮多了。这把游戏打了12分钟 ，vivo 亮度一直是最高的，但是它帧率会稍微有点波动，跟上把差不多吧。另外2台手机就没什么问题了。现在 vivo 还有93的电 ，OPPO 还有91，荣耀还有92的电。什么东西啊？我电最多啊！你们这是假的。假电，假电。我们现在来测一下信号。我们刚刚在微信里面录了1分钟视频，并且已经开关过了自动亮度。这个 ONGS 6啊，我们后面是一个在动的视频，大家可以看到吗？它后面这个其实是有点掉帧的，感觉挺卡的。然后大家的3台手机的亮度就是这样了。OPPO 呢，它其实后面这个视频是在动的，只是本身这个视频拍的就不是很动态啊。
荣耀这边好像这个后面就直接是暂停了的啊，大家可以看到吧？而且荣耀跟 vivo 这长得有点太像了吧？那我们现在3台手机来发送一下，3、2、1，走。荣耀还是没有导出啊，又不用导出吗？就爆杀。荣耀发完了秒杀。 29500导出速度差不多呀。 vivo 导完了呀，好 vivo 先开始发了，发送速度啊也还可以。其实 OPPO 发的很快哎，发的非常快啊。但是现在可以看到这3台手机的屏幕亮度啊，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。现在我们来下载1个G 左右大小的 B 站视频啊，3、2、1，点。不是为什么都这么慢呢3台手机都下的挺慢了，下的挺久了，一直都是3兆左右的速度啊。我们这一次为什么开始用这个呢？是因为之前大家都说 OPPO 的这个浏览器有什么问题吧，我们就用这个来下了吧。这还不如浏览器下载呢。而且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天气已经开始变晴了啊，对，出太阳了。所以这中间的 OPPO 为什么亮度还是这个样子呢？OPPO 最快，其次是 vivo， 最后是荣耀，但是他们差距没有很大吧？现在我们用电信卡打电话，联通卡来刷抖音啊。慢刷感觉除了好看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。哎，怎么感觉这个 vivo 刚刚出现了一点那种黑色的？慢刷为什么都会有啊？一幕这个抖音特调过，看搜猫还是有用的，美女变少了。尝一下。观众同意了吗？你这个中间不也是吗？我们再快一点吧。哎，我是感觉 vivo 的好像稍微差一点啊。刚刚还有一个黑色的。对啊，然后它也有一些是那种不动的，但是感觉缓过来就没什么问题了。那我们再最快吧。其实最快的时候3台手机都会有加载吧，但是 vivo 的还是会相对来说差一点点啊。现在我们用联通卡打电话，电信卡来刷抖音啊。跟大家说一个情况，就是这个荣耀呢，它现在屏幕是最亮的，但是这个 vivo， 我们刚刚在拿起来给它打电话进抖音的时候，它其实对这个光线它其实是最亮的。对，它现在朝着我们呢，就会屏幕显得稍微暗一点了。感觉 vivo 的这个自动亮度比较灵敏吧。它这个屏幕亮度要是不灵敏的话呢，它的这个电池估计有点扛不住，好吧？然后 vivo 就一直很。我们再慢慢刷吧。什么东西？哎，我真服了。这个 OPPO 一直卡在这嘞。怎么回事啊？应该是 bug 吧。我们再往下，你看它又开始动了，那个视频就卡住了。那我们再快一点吧。我感觉电信卡呢，这个中间的 OPPO 会稍微差一点啊。荣耀这个刷起来比较流畅啊。OPPO 的是会差一点，那我们再最快吧。我感觉最快的这个情况下 ，OPPO 跟 vivo 差不多，但荣耀会相对来说流畅一点。我怎么感觉这个指甲要倒了？等一下，这个手机要倒了。一阳指，快撑住一阳指。联通的话，感觉就是 vivo 差一点，电信的话 OPPO 差一点啊，荣耀都比较好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呢，先在这里啊拍一些照片，先拍后置的人像，因为这个地方呢，其实很多人在这儿打卡啊，大家应该可以看到我身后有一些游客，对吧？在这边打卡了啊。先跟大家说一下，这个荣耀呢用的是默认的哑固生动，这个 OPPO 呢它人像是没有其他东西让你选的。然后 vivo 呢，它是透亮人像是默认的，所以我们就选了透亮人像。基础风格调成自然吧，都不喜欢看鲜明嘛，那我们就调成自然了啊。再说一下这3台手机的焦段啊，首先这个荣耀呢，它分的非常的多啊，有5个 ，OPPO 呢是123，vivo 也是5个啊 ，OPPO 是123嘛。那荣耀就是123.7啊 ，vivo 就是2450和85吧。整个取景框我觉得是 OPPO 跟 vivo 的还可以啊，荣耀这个就显得锐化非常的明显啊，而且在1倍下这个荣耀是没有那个实时虚化效果的，其他2台都是有的。荣耀到了2倍就有了，但是我觉得 OPPO 虽然有吧，但是这个人显得比较惨白啊，不是很好看啊。vivo 的这个取景框上显得是最自然的，但是 vivo 这个感觉清晰度不是很高啊。拍完刚那一组呢，我们换到这边来了，有几个原因啊。第一个原因是那边人有点多啊，画面会比较杂乱一点啊，拍不出可能很一致的照片。其次呢，就是那边在装修有点吵啊，我们还是拍他们2个，他们现在坐在一个花椅子上，非常的好看，太幸福了。还是人像啊，现在是一个比较逆光的这么一个场景啊，太阳在那个天上啊，我只能说现在这个屏幕的亮度确实是中间这个 OPPO 会比较低一点啊，但是呢 ，OPPO 的这个画面显得是目前这个情况下最自然的，其他2台他们的衣服都有一点偏色。你们准备什么时候领证啊？他可以去做个手术。你们还真有招呢。虽然说 OPPO 的这个画面看上去最自然吧，但是它屏幕是最暗的，并且呢，它的这个实时的虚化是有一点点翻车的。OPPO 呢，这个70它可以再点一下变成85啊，那其实就跟其他2台的那个原生焦段是一样的了。那我们这一组呢就不拍这个2倍了，
就只拍一个1倍和一个85啊。荣耀这个画面确实感觉还是有点太假了呀，这个光影色彩感觉很奇怪哦。OPPO 还是看最自然的，然后 vivo 呢，从这个取景器上看，他们那个黑色的衣服都有点泛紫了，我觉得这个颜色是真的不太对啊。荣耀这边层次感觉显得特别的差，我觉得大家还是注重一下这个取景器的表现吧，它是会在这个过程中影响你对拍照的一个判断的。我们现在用他们后置的拍照模式啊，再拍一下他们的人啊，等一下再拍一下景色。这个荣耀呢，它默认的是鲜明，但是我们给它调成自然了啊。vivo 也是蔡司自然色彩了，还有 vivo 这一次有一个原生光影的选项，这是它新增的，它默认是关闭的。那我们这次就把它能开的这种跟自然有关的东西全都打开了。超广角那我就蹲着拍吧，可以把它们拍的稍微伟岸一点啊，伟岸一点，你为什么要抬头看那边呢？我忍不住笑出了声，朋友们。他今天还穿个高领呢。我已经把它们能开的自然模式全打开了呀，这个荣耀就显得比实际情况要寡淡很多，因为现在是有点太阳的，其实是比较暖的。从取景器上来看的话，OPPO 跟 vivo 其实都还比较的自然呢。荣耀即使开这个自然呢，从它这个长焦原生焦段的取景器上来看的话，他们的衣服都还是有点偏蓝紫色的。像上一次那个爱酷15，它的那个变焦就没有X系列这么流畅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你看缩的时候很丝滑，看到没？哇，超丝滑的，对，非常丝滑，包括这样子的时候，它也是很丝滑的，那个中间的过渡效果。接下来这个胶带我直接就用10倍了，因为它们中间那个裁切胶带有一点不太一样了。因为这个10倍，它的衣服已经全是紫色了，这是把自然全打开了啊。OPPO 这个就是黑的，荣耀这个有点偏紫了。好的，我再拍一下这里的景色啊。现在是秋天，大家知道秋天应该是个什么感觉吧？就是那种有点微黄的感觉啊。反正从这个取景器上来看的话，这个超广角啊是 vivo 的最真实啊。你还真别说，这个荣耀呢，主摄跟超广角之间色彩也是比较接近的，一致性其实做的还可以，但它颜色有点偏呢。哇，现在 OPPO 屏幕提的好亮。对，现在 OPPO 它的屏幕在对着太阳的时候提的很亮，但是你也可以看到，太亮了吧？对，它这个颜色也是不太对劲的，它这个层次感觉显得比较差了。2倍的裁切 ，OPPO 在这一下这个太阳出来的更猛的时候，确实是不太真实了，感觉有点发灰发白啊。vivo 就显得非常的真实啊，光影效果什么的跟我们看到的非常接近啊。但是 vivo 贴过去之后，这个长焦感觉也不是特别的丝滑了，就跟它贴过去的那个动画是有一点割裂感的。那拍这个树干的最后一张呢，就用他们那个光学焦段点一下的那个裁切焦段啊。取景器上来看的话，OPPO 到这个焦段就有一点微糊了。vivo 跟荣耀还是显得细节比较多的。好的，我们现在从这个屏幕上是看到这3张照片的成片啊。那很显然就是 vivo 的这一张是最接近我们肉眼观感的，这个中间的 OPPO 是不是真的有点太过爆了？就是它怎么能把这个树干的中间全部拍得这么白呢？好的，朋友们，我们接下来呢就试一下他们的长焦，从他们的长焦的光学焦段开始拍啊，然后中间也会有裁切焦段，然后包括更远的，我们拍哪儿呢？拍那里有一面墙，上面有很多的是画吗？还是照片？老照片啊，应该是老照片啊。这个荣耀刚那个 AI 就一直在这个绿叶和文字提取中间反复横跳啊，我也不知道它最后到底是10倍到什么 AI 了。真实情况应该是介于 OPPO 跟 vivo 之间的，荣耀这个感觉是差的比较远的。vivo 的这个其实还有一个裁切焦段是5.6倍啊，那我就用5.6倍吧，因为这个 OPPO 的会比较接近一点啊。接下来一张呢，我本来全都是准备用10倍的，但是 OPPO 这边它6倍之后呢，还有一个裁切焦段是308，它既然觉得这是它的优势焦段，那我们就用这个吧。其他2台都是10倍啊。现在 vivo 取景器上的画面是跟我们肉眼观感最接近的，但是呢，它是最糊的。可是大家都知道 vivo 这个后期的优化是比较厉害的。接下来一个焦段就是用20倍了，拍一下上面的画吧。其实3台手机的这个原生焦距是 OPPO 的这个最短啊，它只有70毫米啊。接下来一个焦段是30倍了。到30倍感觉取景器上的话就是荣耀最糊了，但是颜色的真实性的话，感觉还是 vivo 的好一点啊。最后我们再来一个60倍的吧。OPPO 到60倍，它提醒我它的 AI 是默认开启的，但是我现在是把它关掉的。我们先拍一张吧。荣耀这个 AI 超级长焦还联网呢，我直接从网上给你下载一辆过来。真的吗？这么夸张？那我们再试一下他们的长焦微距啊，地上随便找一片叶子吧。好 ，vivo 到这里提醒我离远一点了啊，这个距离已经很近了。我接下来试一下这个 OPPO 啊，还可以近。还可以近，到这里不行了，然后再看一下荣耀啊，它在这个位置 ，OPPO 的焦距是最短的，它是70毫米，但是它主体这个大小其实会比其他2台85毫米的还要再近一点的。但是我怎么感觉这个 OPPO 的颜色很奇怪啊？今天怎么会拍出来是这个颜色呢？肉眼看感觉荣耀跟 vivo 的这个成像的色彩比较类似啊。对，会比较接近一点。最后再拍一下这边有这种红的、绿的这种叶子啊，还有招牌啊，用它们3个的光学焦段了。真实应该是介于 OPPO 跟 vivo 的取景器之间啊。
到了1倍之后，这个 OPPO 怎么感觉曝光有点问题呢？当然，这跟成片可能有很大的区别啊。荣耀的这个曝光比 OPPO 的还要高呢。再看一下长焦。vivo 的色彩一致性还是蛮高的 ，OPPO 主摄跟长焦的一致性也还比较高啊。荣耀在有红的跟绿的情况下识别出来绿叶了。看了一下刚刚这一组的3个成片啊，这个 vivo 呢就比较一致了，而且也比较的真实啊。OPPO 的主摄跟长焦的一致性会比较好一点，但是超广角反而是最真实的。荣耀的成片3张的差距就有点大了，一致性感觉做的比较差啊，而且最真实的应该是长焦那张吧。好的，现在我们拿这3台手机的人像的前置啊来拍一下，其他都是默认的，但有几个区别跟大家说一下，就是 OV 2台它其实都是可以到0.8倍的，但是它识别我们人比较多的时候呢，它们是不会自动缩的，那我就给它自动缩一下了。但荣耀这边啊，它是缩了的。然后 vivo 它的人像的前置默认也可以选啊，既然是鲜明那就鲜明吧。现在是顺光啊，还可以看到这3个手机的取景框啊，荣耀跟 vivo 是比较卡的，中间的 OPPO 是比较流畅的。我感觉还是 vivo 的显得会比较嫩滑一点啊。但是你要说真实的话，我觉得还是 OPPO 的比较真实啊。逆光情况还是中间的 OPPO 会比较真实一点，但是我刚刚这样子的时候，感觉好像他们有一点眩光，大家看到了吗？这个中间的 OPPO。你可以拍得到吗？下部这里，对，这里好像有一点眩光啊，但是你正常的这样子去拍的话，它那个就好一些了啊。其他2台是没有的，前置啊，这是前置啊。vivo 跟荣耀都给我们上了一层妆啊。荣耀这太过分了。我感觉我的口红色号还可以啊。哇，好美啊！大家不要求啊，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色号，太精致了呀，这个。一会儿得求大师办一件事了。哎，你滚啊！好的，现在我们再用拍照模式的这个前置来一下啊，依旧 OV 呢要自己去缩，都是有一点这种逆光的眩光的感觉啊，还是觉得 OPPO 比较真实一点。顺光的话，感觉3台手机的区别就不是特别大了。vivo 这个群其实会显得相对来说真实一点啊，不是荣耀这个颜色就显得有点太暗淡了吧？这是一个顺光啊，荣耀感觉显得气色不是很好，我们气色也没这么差啊。今天在这里就只拍照啊，录像我们到另外一个地方再去做啊。这个 vivo 还有67%，OPPO 还有74%。荣耀还有71%啊。其实这3台手机刚刚在拍照的时候，荣耀跟 OPPO 的亮度是比较高的，但是 vivo 呢会相对来说矮一点，但它现在电池呢也是最少的了，但它本来电池就小很多嘛。 6500行不行啊？这6可以理解，可以理解。这在干啥了？就6开了。我们刚刚看了一下屏幕使用时间，3台手机差不多是2小时左右，但是考虑 OPPO 的电池最多，它应该能坚持到最后吧？我就能坚持到最后，所以我们就以 OPPO 的时间为准吧。现在也12点了，差不多了，我们准备去吃饭了。吃饭就例行打把铲吧。3台手机经典产适配都很给力啊，可以120帧加至臻的画质。OK， 全部拉满啊！没有小米，没有华为，没有 iPhone， 这个负载就是高啊。我们现在已经到吃饭的地方了，刚刚我们已经开过了自动亮度。这个荣耀最右边的啊，它的亮度是最高的呀，OPPO 的是最低的。啊？你自己看嘛。什么？你就拍照的时候能亮一点呗。这打了才没一会儿，我一发现 OPPO 怎么只有90帧的？你是 vivo。哦，对不起，vivo只有90帧的。傻呗，vivo还要黑我？不都是天玑9.5吗？那我 OPPO 就稳稳的120啊。OK。荣耀呢？我有点傻了呀，我的荣耀现在107等106了。那你们2个就开吧。啊，2个菜杯。开了，vivo没有问题了。哦，开完之后这里就显示的是120帧了啊。我的荣耀刚刚开启了游戏模式，它还是100帧，104，没有反应，没有变化呀，这怎么回事呢？看来这个 Pro 确实要牛一点啊。我们上次那个标准版，它好像是很快就变成90帧了，但是我现在标准模式是能够稳在120的。我不想说话了。怎么了？啊，又90了，朋友们，这就是刚刚才开了1分钟吧。没办法了。我有什么办法？vivo 性能模式锁90帧之后，过了30秒，我的 OPPO 现在也锁90帧了。我现在打开性能模式看看。没想到啊，现在帧率最高的是我呀，我这台涨了2帧，哎，109了，看看有没有机会能回到103。我以为能回到120，好吧？完了，OPPO 废了呀！这开了性能模式也是90。哎，一样了。爽了，兄弟！不愧是天玑9500。我们又打了一会儿啊，我这个荣耀我瞄了一眼，它掉到70帧了。经典，上次买这个8也是啊。开了之后也没有什么帧率上升，反而给我掉，而且现在摸着后面蛮烫的，反正是。那你要摘了呀？那我就脱衣服好吧？我还是稳在90帧上，OPPO 雷打不动。你呢 ？vivo 也是90啊。那你们先别脱吧。我这个荣耀可能有什么癖好啊？你看，把衣服一脱掉，回到了110，哎，更高了。110了。对，刚才脱之前是70帧，脱完之后过了一会儿，100多帧了。现在100啊，104。对。刚打团战的时候，vivo 最低有60多帧的。
哦，现在又回到90了哈。我的荣耀现在又回到70帧了。 OK。 OPPO 打团最低83啊，我们进展场打了不到35分钟啊。先说我这台荣耀的表现吧，它的帧率呢，相对 vivo 跟 OPPO 来说是最稳的，它的亮度也是相对来说最高的。但是呢，它的电掉的非常快。现在是下午的1点05分，我的荣耀还有49的电。你从71掉到49了，掉了22%。我不理解，好吧？但你亮度确实也还高了。我很理解啊，你帧率平下来比较高，而且亮度室外也比较高啊，掉得快很正常啊。但它最后不是锁到70了吗？但它后来也能上来嘛，它调度至少会往上提吧。OK 但是有个 vivo 是什么东西啊？vivo 还行吧，掉到了46， 46啊，你开始之前多少67掉21，你也掉21，你差不多，我也挺亮的。你帧率应该是最差的。我没有，差不多吧，咱俩差不多。谁说的？我120时间比你久。比我多1分钟是吧？放弃了，我反正比你强。OPPO 现在还有59的电啊，我只掉了10几，我掉了13。不是为什么你们掉那么多电啊？我你的电亮度也没是假的，你的电是假的。但是 OPPO 亮度也没有很低啊，跟确实 vivo 差不多。刚才我划了一下荣耀的主页面呀、有点掉帧了。 60帧啊，这就60帧啊。哦，其他两台都是120帧，荣耀是60帧啊。现在菜还没上齐啊，这个荣耀这么烫，先散会热吧，然后我们再看20分钟的 B 站视频啊。虽然这个 OPPO 电池7500，但是它比这个7200的荣耀还厚很多哈、能看到吗？而且手感上也是荣耀的薄很多。手感很差，我拿在手上很厚。然后我这个 OPPO 带了壳，我感觉拿手上就跟个板砖一样的，反正我不太喜欢。我在旁边打哈欠的呀，你不哎评价一下6500不配上桌啊！你在外蹲着吃饭啊？我们现在本来是准备放视频的，但是菜上有点快啊，快上齐了，我们就饭吃完之后再放。我们先来看一下3台手机的手机壳啊。只有中间的荣耀是清水壳啊，其他两台手机就都是跟这个机身的颜色比较接近的那种硅胶壳啊。我觉得 OPPO 的质感显得比较好吧。它跟那个镜头 deco 感觉比较协调啊。 OPPO 这个壳明显比 vivo 垃圾一点，你看它这合膜线多明显，都有点凸起的，都有点割手。vivo 这个手感就很好。对，就是握持的时候它侧面会有点割手是吧？还有一个人去哪了？他去开档了。他自己去吃了。好的，我们菜已经上齐了，先由我来拍一下照片啊。这个荣耀和 vivo 呢，我就都调回鲜明了。vivo 那个什么原生光影我也把它关掉了，一倍拍全部，用他们的长焦镜头来拍单个的菜。荣耀已经识别出来美食了，哇，好艳啊！感觉它长焦单个的菜就还好了，比之前还是有蛮大的进步的。至少从取景器上看是这样子的。vivo 我觉得有点过了啊，它的一倍好艳啊。长焦也很艳啊！我的天，它这个鲜明就真的太鲜明了。现在这个豆腐没这么艳啊，就是 OPPO 的颜色感觉有点又浓郁又寡淡的那种感觉，我觉得不是很好看啊。OPPO 这个长焦拍美食跟 vivo 比较接近啊，那这么说荣耀还是比较接近我们实际看到的情况啊。OPPO 这个拍出来真的可能是3台里面最没有食欲的吧，我觉得看起来挺难吃的。这段时间我们就来看 B 站的直播啊，画质是2K HDR 极清，并且打开弹幕。右边的 vivo 怎么感觉屏幕有点暗呢？中间的都已经开 OPPO 现在突然拉得很高哎。对，OPPO 感觉窝里横啊，一到室内亮度就挺高了。刚刚打进展也是啊，比 vivo 亮一点。那我们现在把亮度统一一下吧。师傅，你又在干什么呀？他应该在炒鸡吧。我们已经吃完饭了，30分钟直播看完了。现在 vivo 只有37的电了。等等啊，我的荣耀还有39的电，3开头了。OPPO 还有54的电。现在下午的1点58分，我们采用了3小时13分钟的手机，实践机就这啊，你配吗？我这么快就要下班了？傻逼！我们先来打微信视频通话，先看一下前置。中间的这个 OPPO 是最广的，然后呢，其次是荣耀啊，然后最窄的就是X300了，美颜非常的明显啊，然后感觉画面也是糊糊的呀。它这个视野范围感觉跟上一代好像差不多。对，感觉还是蛮近的。好，然后中间这个 OPPO 呢是看着会比较真实一点的，包括这个痘痘看到没，就感觉比较真实一点啊。荣耀这边呢，它默认是一个中度的美颜啊，然后它把人就搞得特别的白啊，但是我又觉得它的中度美颜比 vivo 这个好像又要差一点啊。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后置啊，我们都对着这一辆共享单车。后置的话，荣耀跟 OPPO 它们视野没有很大的区别，但是颜色挺大的区别的。感觉是这个荣耀的会亮一点，OPPO 这个会显得比较真实一点啊。vivo 这个就感觉画面挺糊的，并且视野范围也比较小一点啊。小黄，大黄，你别躲呀，你别躲呀，你别躲呀！怕我干嘛？怕我干嘛？正好3只嘛。
我们已经打了10分钟的微信视频通话了，有2台手机电量已经不是很多了。笑出声了。我们先熄屏待机一会儿吧，等会儿到我们。你多少了？你多少了？我 vivo 只有34了。我荣耀还有35，哎，刚现在才35啊？对，刚才还是36啊。 OPPO 还有51，没过一半呢。这电真的不多了，先熄屏待机一会儿吧，到我们熟悉地方的开始导航吧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用高德地图步行导航去他中午例行吃东西的地方。都下午了，谁呀？是谁？下午换的就是你了。现在导航是让我们执行啊，但是我们是傻逼，我们一开始就会走错。你是，我们不是，自己是只有你是。我们先左转啊。我们差不多走10米左右啊，我这张 vivo 位置就对了。我的荣耀还是在这个路上面，跟我们现在的位置是不一样的。 OPPO 也还在斑马线上呀，也不对。跟我荣耀一样吗？对，而且你 OPPO 这个亮度挺低的哦。往前走了大概几米的位置啊，然后我的荣耀和 OPPO 呢是同时这个定位变了，就是我们现在的位置是正确的了。往前走了一点，我的荣耀视线规划了呀，它给我规划到了往前的路线，在刚才我们3个都是往后面规划的。你这真是准点啊，Magic 8就准，这8 Pro 更准了。那你在原地待着呗，我们走了。滚吧拜，拜，我们俩人家买橘子去了。滚吧。你为什么要穿件羽绒服出来？早上太冷了，又往前走了一小节，我的 OPPO 率先规划了，现在只剩 vivo 了，你滚吧。他去干嘛？他去给你们买橘子了吗？他吃吃屎去了。 vivo 最后规划路线啊，但是他们3台手机规划路线之后，他们的实时位置稍微有一点偏，都在马路上，其实我们是在路边的。我们是路边一条。你是路边一三条。只有你自己是只有你。导航给我们3台手机规划路线都是右转呢，但是我们还是选择传统啊，一路向西走。我们现在过这个十字路口了，我的荣耀实时位置是正确的，就在十字路口往前走了一点点的距离上。你这荣耀确实挺灵敏啊，才过了不到10米，这2台 OV 都没什么变化。那我们俩要给你买橘子了。哎呀，滚蛋吧！你别走了，给你买橘子。买了吗？哎，不了了，他好了们停下来了。好了，都好了。我们3台手机都重新规划路线了，最先规划的是荣耀，它是掉头走的。哎，OPPO 过了一阵和 vivo 一起规划的，但 OPPO 也是掉头的。我们 vivo 就好一点，是往前的，但是它实时位置稍微有点错，规划在了校园里面。那我俩去给你买橘子，你就是想买橘子呗？走吧。跑到多远去买橘子啊？他要去上学了是吧？对着呢，不知道他们2个有没有在说话？麦已经收不到他们的声音了。没有规划。 vivo 有没有 ？OPPO 有没有规划？陷害我！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来说，一般第2次规划呢，都是在这个学校那里啊。我们再往前走一下，好吧？对吧？我们现在到学校门口啦，荣耀跟 OPPO 都规划了，而且荣耀还会快一点啊，它更加灵敏一点。对，他还没到学校门口，在那个前面的地方对就已经规划了。我们刚刚过了一个十字路口啊，我的荣耀呢，这个实时位置是非常准确的，直接给我规划了。哦，他还规划了一条这边的道路哎，到马路的这边来了。对，路上的。哇，牛逼牛逼。哎，vivo 的实时位置是对的，但是没有重新规划，规划路线在马路对面。 OK。刚过马路的时候，OPPO 的实时位置对的，但是走着走着，它定位反而到对面去了。现在定位也不对，也没有规划路线。我们现在是走动着的啊，不是停下来的啊。我又不脆弱。我们准备过完路啊，在这里停了一下，发现我的 OPPO 出现了一点虚空行走的问题啊。不是一点了啊，其他2台是确实不动的啊。哎，等一下，你 vivo 也开始了，vivo 开始，这么影响我你，2台都开始了，都怪你。但是 OPPO 开始更早，并且它现在屏幕亮度更暗了，大家可以看到吧，中间这台啊。我们又过了马路啊 ，OPPO 跟 vivo 走起来，它的定位是对的。至于这个荣耀，它规划路线就在右边，所以一直是对的。而且朋友们，荣耀到这里开始虚空行走了，其他2台过了这个马路之后就不走了，它开始走了。太牛！完了，也给我传染了呀！遥遥领先，遥遥领先。那我们都上去调理一下吧。但是有一个区别啊，这个 OV 2台路线都是在对面的，荣耀哈确实就是在这一头的啊，但它开始走了，看到没？还在走，还在走啊。然后你还是算厉害一点吧。哦，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不多，足够我在这年代奔波，足够我生活。我们在靠近这个调理点之后，3台手机的定位都是对的啊。那我们就往前走，看看 OPPO 跟 vivo 会不会规划路线吧。我 vivo 的位置又错了。我先走。走啊，干什么？又走起来了，我的 vivo 位置又对了。我荣耀的位置也是对的。OPPO 位置也是对的。我们导航了32分钟，现在已经来到目的地了。整个导航过程中呢，我的 OPPO 是不是表现最差的啊？是的，亮度比较暗，然后规划速度跟实时位置也不是特别准啊，跟 vivo 差不多。你叫什么？我比你好。好不了哪去啊？好一些，明显好一些。然后 OPPO 跟 vivo 都出现了虚空行走的问题，然后荣耀是后面出现的。刚开始在前半段的时候呢，荣耀跟 vivo
可能是各有优劣，但是中后段的时候，荣耀不但规划很快，然后实时位置也很准。3台手机驱动行走问题都不是很严重，也有可能是我们停的时间不够久，vivo只有22的电了。 OK，OPPO 还有45，好。荣耀还有26。现在是下午的3点22分，我们这个上面显示3小时56分，但实际上它是不统计是桌面的，实际时间呢会比上面再加个10分钟左右啊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去厕所测一下信号吧，走吧。我有一个问题啊，你这个只有这么点电了，不对，你们2个都只有这么点电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后面还干那么多事情呢。对，能精简的就精简一点吧，保留一些必要的项目。OK， 我们已经到这个信号很差的厕所有一段时间了，3台手机都开启了环热自适应，是 OPPO 的最明显，其次是 vivo， 对荣耀感觉没什么变化啊。我们先来联通打个电话看看吧。好，左右2台先通了。荣耀和 vivo 很快通了 ，OPPO 还在呼叫。明明 OPPO 的信号最多啊。我决定再给他一次机会。作弊是吧？干是吧？OPPO 我记得是有这个问题的，这种 bug 你知道吧？就是差。我们现在微信来发送一个表情啊。又是中间 OPPO 最慢。我操！就是差，别吸了。 OPPO 怎么回事啊？这不显示有信号吗？这左右2边吸了是吧？无法连接到服务器，应该是红了。我们现在进入微博了，3台手机都已经加载出来新的了。我们现在同时来刷新一下。哦哟，荣耀跟 vivo 还是会快一点啊，还是 OPPO 最慢啊。我们再来一次吧。再来一遍。3、2、1，送。哇，荣耀更快一点。好像只有荣耀的抖音能加载出新的东西，我真强。对，荣耀很快啊。还能点赞。你要买我号。 OPPO 也刷出新的了 ，vivo 也刷出来了。大家都是黑的呀。这也不用点评论区了 ，OPPO 这就是差一点。OPPO 显示网络不稳定了。我们荣耀和 vivo 点一下吧。3、2、1，点。荣耀。好像也就那样了吧。我们已经切换到电信卡了，现在来打个电话啊。 3、2、1，点。荣耀最快。我差不多。我们现在微信来发送3个表情啊。1点。这个速度差不多啊。OPPO 这电信卡有点东西啊，这微博先出来了，还有图片。其次是荣耀图片还没加载完，现在vivo怎么什么都没有啊？我们荣耀和 OPPO 刷一下吧。2、1，送。我操！荣耀又回来了。来，再来一遍。3、2、1，送。还是荣耀快一点，荣耀有图片。vivo 怎么回事啊？一直在加载啊，不管它了，我们换抖音吧。我们现在已经进抖音了，3台手机都刷新出来一点东西啊，但是OPPO 的表现最好啊，它能刷出画面的。另外2台再刷一下看看，荣耀也有一点 ，vivo 好像是相对有点差的。我们找到评论区点一下试试吧。2、1，点。你看。OPPO 好一点。是吧 ？OPPO 的电信明显好啊。vivo 这电信怎么还不如联通啊？主要显示不稳定了。那么在这个厕所呢，联通是 OPPO 表现最差，但是电信的是 OPPO 表现最好。电信第2好的是荣耀，vivo 会相对来说差一点。vivo 已经刷不出来东西了呀，无论是微博还是抖音。vivo 就联通会稍微好一点。我们来到地下停车场了，这 vivo 只有18的电了。我感觉我们中南那边就去不成了，所以我们就在这里测一下他们的信号吧。至于剩下的2把王者呢，我们就再说吧，好吧，有机会再打吧。我们还是多拍点照吧，这几台手机啊。我们现在这里3台手机都是联通的4G 网，微信里面已经拍了1分钟的视频，准备发送了。好，从左至右是荣耀、OPPO 和 vivo 啊，3、2、1，走。右边的点晚了啊 ，vivo 点晚了。导出。荣耀跟 OPPO 都是没有导出的。荣耀还是第1个发完的啊，其次是 OPPO 啊，你 vivo 就算你点的时间是一样的，你还是最慢的呀。发的也还可以，发的也还挺快的。怎么就你的导呢？我已经接受这个结果了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准备下载一个214兆的视频啊，还是我们下一个的视频又下你了啊！来吧，3台手机同时，3、2、1，点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速度。荣耀会稍微快一点点，我觉得 vivo 怎么这么慢？你好像是晚点了一点点啊，这个 vivo。但荣耀现在快的有点多。确实，在这种地方感觉荣耀就强网好像厉害一点啊。可能荣耀比较喜欢帅哥吧。可是朋友们，我在这个情况下看的话，肉眼看是中间这个 OPPO 的环音色自适应最明显，而且它屏幕亮度比荣耀高一点了。感觉荣耀这边已经快要下完了呀。
荣耀可以保持在大概3-4兆的速度啊，OPPO 大概就是个2点几兆吧，vivo 也是2点几兆。OK， 荣耀下完了。怎么说其他2台 OPPO 先下完了啊。vivo 晚点了一点，所以 OV 的速度是差不太多的，远低于荣耀，远低于荣耀。黑子说话。好的，现在我们准备扫一下这个第一台车库的二维码啊，都是用微信。3、2、1走。荣耀最快，其他2台速度差不多吧。现在我们离那个二维码大概有4到5米的样子啊，来吧，3、2、1走。开始先放大，中间的 OPPO 放很大。扫出来了 ，OPPO 扫出来了，牛逼啊 OPPO！上一次那个Find X9好像也是扫出来了，为什么 vivo 这个界面感觉有点一闪一闪呢？不是这里的灯在闪啊。经典走钢丝环节。经典走钢丝啊，他又开始走钢丝了呀！你能不能松弛一点啊？你慢慢移有什么用呢？这个 vivo， 哎呀，快移啊，快移！还是比荣耀会差一点啊 vivo。现在我们到这个很暗的地方来扫二维码了。现在从这个很暗的取景框里面来看的话呢，是荣耀这边是二维码看得最清楚的，中间的 OPPO 感觉看不太清了。完了，我们等它灭了再说吧。好的，现在灯灭了，我们来扫二维码，3、2、1走。都扫出来了，很快哦。中间的 OPPO 会慢一点点。现在我们离那个二维码大概3米的样子，来吧，3、2、1走。哇，荣耀跟 OPPO 扫出来了 ，vivo 没有反应啊！哎呀 ，vivo 灯亮了才扫出来的，完了呀，这个 vivo 确实差一点啊。他们2个放大的很快啊，这 vivo 慢一点。主要是荣耀的这个取景框非常的亮啊，就是一瞬间就扫出来。你现在讲话不需要这么小声，因为我们已经可以把灯喊亮了。我们从第二车库上来了，现在 OPPO 还有42的电 vivo 还有15的电，荣耀还有20的电。那这么点电怎么办呢？我们待会儿我们才用了不到4个半小时啊，4小时16啊。那接下来我们就高力度打车去往河西了，途中会经过隧道，我们就关注他们在隧道里的表现。那我们先来刷一碗现金流吧，先从抖音开始。你不要故意就是翻到这种有动物的地方，然后就开始点赞，好吧？什么叫注意？就是故意的。你怎么看个猫的也可以看到这种啊？干嘛？我没想看这个的。猫也可以看到这种东西的。刷2个为什么都不看一眼呢？头晕。刷完了10分钟的抖音啊，现在刷10分钟的小红书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我们刚刚刷了20分钟的信息流啊，现在 vivo 呢还有11呢 ，OPPO 还有多少？39啊。荣耀还有17。我们现在就快到南葫芦隧道了，我们打开高德地图，来，开始导航。好，我们现在正在左转。没有很大的区别啊。而且我们还发现了一个点，就是只有荣耀的这个导航栏是沉浸的呀，其他2个都不是沉浸的呀。现在我们右转就要进入到隧道了啊。我们现在的左边车道啊都是对的。OK， 我们已经进入到隧道里面了，都在隧道定位中。中间的 OPPO 感觉降的是最快的 ，vivo 好像也降了一些，但荣耀还是会相对来说有点亮的。我们现在变到右边的这个车道了，只有左边的荣耀过来了。我们已经进入到这个弧线了，现在看样子是中间的 OPPO 比较准一点啊，其次是荣耀。好的，现在我们又并到左边车道了，但是荣耀的车道没有反应。而且我们即将要进入到岔路口了。OPPO 还是相对准一点的。对。好，我们现在刚进岔路口。OPPO 是比较准的，中间的。没有，离得太远了，荣耀也没什么变化。荣耀感觉要近了，我们现在已经进这个岔路口很远了啊，它跳过来了。这个 vivo 没有在加速，刚刚跑到72，怎么可能跑那么快？对啊，大家看啊，这个 vivo 真不行了。荣耀没有速度了 ，OPPO 也没有速度了。vivo 跳了一大跳，而且他们到最后这个亮度也降下来了。现在是 OPPO 比较亮啊。荣耀先跳了一下，然后是 OPPO 跳的。OK，vivo 也跳过来了。那其实整个过程中就是 vivo 比较差呀。荣耀车道比较好，但是 OPPO 的话就整体比较好了。我们现在退出了一下导航，因为我们要重新设置一个目的地，我们再要从这个隧道再穿回去啊。这里有一颗金色的头，已经睡得不知道多爽了，真的是。呀，今天你没睡啊？真恶心啊 ！OK， 我们又进来了啊。这还是 OPPO 亮度降得快一点。对，我们现在从右边的车道已经转到左边的车道了，但是3台手机全都显示我们还在右边的车道啊。我们即将要进入到这个弧线行驶了。OK， 是 vivo 会比较准一点啊。好，我们前面又有一个岔路了。
而且是个3岔路。我们要从左面出去啊。哎，vivo 是反应最快的，其他2台稍微慢一点点啊。我们驶出隧道了，从这一段来看的话，vivo 表现会稍微好一点点吧。对，回来会好一点，但是它刚刚过去的时候是最差的。恶心完人就睡觉啊。我们一共车台导航了23分钟左右，还刷了20分钟信息流。vivo 是第一段隧道的时候就表现很差，延后很严重。第二段的话表现会稍微好一点点，但是也没有好很多。vivo 还有7%的电。荣耀还有14%的电。OPPO 还有36的电。现在下午的4点35分，我们已经使用了5小时6分钟手机了。这个煤油气桌面我们就加10分钟啊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用百度地图的步行轨迹穿一下南门口的巷子。好，我们现在准备开始步行轨迹喽。鲁鸡鸡，喜欢吗？鲁大师。你刚刚为什么要恶心我？你录了吗？我录了呀。真录了。嗯。哎呀，完了呀。玩什么呀？人设崩塌了是吧？玩鸡鸡。角落里啊。哎，怎么了？这么一会儿要做，为什么不做？我都听到你在里面叫了呀。你在那叫好吧？为什么我们刚刚走的这节路到处都是屎啊？这个地上。前面2个人拉的。最后面那个人拉的。最后面也拉的。我感觉他长得还蛮像你的。哇，这是细狗，不是我。你是细狗啊？这狗确实挺帅的。对，好细好细这个狗。你看长得多像呢。这一只倒是蛮像你的。啊，我们走了13分钟，先看一下呀，中间那个 OPPO 怎么这么暗呢 ？vivo 只有3%的电了，但是屏幕还是挺亮的呀。起点3台手机差不太多，但是相对来说比较准的应该是 vivo 这个，就在这个上面这一条横着的路的边上啊，一点点高。对，稍微多一点点。 OPPO 进去了1点，荣耀进去的有点多了。对，确实。然后我们进到这个巷子里面啊，3台手机都有点偏上了。哎，但是我感觉总体 vivo 好一点，因为它比较平。荣耀跟 OPPO 都有不同程度的往上凸起再下来的过程。回头路的话，最准的应该是荣耀了，它位置又对，然后它的形状又对啊。OPPO 这个就是会比荣耀的差一点点，形状也相对来说比较对吧。这个 vivo 就不大行了。回头路后面那一节的路，荣耀也是挺准的，就在这个线上。拐下来的话呢，是 OPPO 感觉这里有一个迷之凸起 ，vivo 和荣耀就相对来说比较准一点了，尤其是荣耀啊比较准啊。下面这节小路，3台手机都没有在上面啊，日常表现很差这块。对，但是荣耀还相对来说好一点。它离路是比较近的，拐弯荣耀这边是会差一点的，有个迷之凸起了。可是后面这一节呢 ，OPPO 跟 vivo 啊，全都已经到那个上面去了。荣耀就真的很贴边啊，后面这个小巷子里呢，3台手机差不太多，没有那种很奇怪的轨迹啊。接下来是2栋楼之间啊，表现最差的是 OPPO， 所以它位置不对，并且在最后有一个莫名其妙的凸起啊。vivo 呢也不是很对，太靠上了。最好的应该是这个荣耀，它前半截还是挺对的，最终也没有出去这个楼啊。这个刚进入文明屏项的时候 ，OPPO 好差呀，有一个很大的凸起啊。荣耀微凸吧，vivo 还是比较平顺的。文明屏项我们都是沿着下半部走的，你看这 OPPO 全贴在上面 ，vivo 这里相对准一点。对，荣耀也还行吧。啊，荣耀就是有一节从这个下面又跑到上面去了啊。最后这一节开过的古潭街呢，我觉得荣耀的表现还是可以的了，它全程都在路上，并且比较平缓，它只是位置会比较靠上一点啊。OPPO 呢也比较在路上。vivo 其实是最准的，它比较在这个路的终点的话，其实就区别不是很大了。而且3个手机现在我们人在的位置其实是都有一点偏的啊。但是现在这个位置也是 vivo 的相对来说会准一点的。我觉得荣耀是整体最好的 ，OV 差不太多，但感觉 OPPO 还是会稍差一点点吧。好的，那么现在 vivo 只有2%的电了。OPPO 还有34啊，荣耀还有11的电。OK， 你这也太差了吧！我俩这加起来乘2都没有 OPPO 多呢。现在是下午的5点06分，显示时间是5小时18分钟，没有太阳桌面的时间。那撑死的话就是5个半小时呗。现在 vivo 就只有2%了。看录像吧，朋友们，我们刚进这个录像的界面啊，这个 vivo 要进入微定精灵了，赶紧插上吧，充电宝，快，帮我拿，快！太紧急了，兄弟们！还有5、4、3、2、1，见证历史性的时刻！哎呀，2秒啊！成功了，成功了，朋友们。其实也不用那么激动啊，它进入微电经理模式，通电立马就能用了。好嘞，那我们就干脆给它充一下吧。哎，那这个 vivo X600 Pro 今天的续航时间差不多就是5个半小时了。我们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干呢，没有录像，是还有那个也没有打呀，王者荣耀5v5也没有打呀。主要就是今天产耗20的电有点过分了，而且它还没跑满120帧呢。我还记得我们今年夏天的时候做过一次X200 Pro 的夏季复测，那一次也是120帧基产生，好像真。而且那天的温度高很多哎。
这X200 Pro 续航好像没什么区别。这个杜甫江阁的风景非常美丽啊，我们在这里看吹吹风，然后呢散散步什么的，然后闻闻你的屁是吧？心情非常愉悦。你真的恶心。哎呀，这就不要多说了，你就说香不香吧？香个屁呀香！你把我们2个都熏走了，你为什么离开这个地方？哇，太臭了，我坐那么远都能熏到我。我真的恶心死了这个人。今天是没有开大的，我中午还吃了一盘青菜的好吧？下午2点多钟吃的，你现在就开始排出来了，那说明什么？现在才5点。肠胃消化好。你只是肠子，你没肠子吧？这个人突然过去了，好像玩猫，大家看到了吗？猫都跑，你看这个人。猫都跑了，你还过去干嘛呢？好的，朋友们，情况紧急啊！因为现在已经5点17了，这个太阳就要落山了。我把他们2个安置在了那边，是一个比较顺光的环境。我们要进行白天的第1轮的录像了，其他的都是默认的，然后都可以开到4K 60帧。我就从他们的超广角开始看他们的变焦啊。vivo 是充到了15的电了，现在荣耀是9%啊，OPPO 还32%啊。很恐怖，朋友们。我先来看一下荣耀啊，荣耀这个画面看着就不是很自然啊，就感觉比较锐利啊。我现在来拖了，好拉1倍切了 ，OK， 啊3.7倍也切了，它最高是15倍，啊这个曝光好高啊，好白呀，超白，我的天呐。好，我再试一下中间的 OPPO， 好 OPPO 也在拉，哦1倍切了 ，OK， 哎1倍切了吗？哎我总感觉它1倍怎么这么糊啊？啊？它0.5到1倍好像切了，好3倍 ，OK， 它中间好糊啊，3倍也切了，它最高是18倍啊，停下来这个清晰度还可以啊，但是好糊啊，好切回来了。现在看一下 vivo 啊，好切 ，OK 1倍是切了，啊它到3.5倍之前还可以，比 OPPO 好一点，好3.5倍也切了，好现在它最高是20倍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感觉 vivo 是最清楚的，也不是很糊啊。而且防抖什么都还可以。好，我现在切到1倍了。现在我用他们的主摄慢慢向他们走过去啊。好，大家感受一下这个防抖。从取景器上看，我觉得还是 vivo 跟我们真实的情况比较接近啊。OPPO 这个衣服的还原也还可以。荣耀这边就感觉整体有点泛白了啊。现在我慢慢转圈，稍微离远一点，把他们2个都拍到啊。开转。好的，现在就是一个比较逆光的情况了。好，我现在转回来了。OPPO 的还是可以的 ，vivo 感觉这个曝光也有点飘啊。荣耀这边就感觉整个的画面的质感不是特别的好，好锐利哦，感觉假假的。现在我快速的向他们跑过去啊，来感受一下这个防抖。好，要撞他脸上了。其实 vivo 从取景器上来看是比较真实的 ，OPPO 也还不错啊。荣耀这边就感觉不太对劲了。好，现在我快速的跑着转圈啊，还是拍他们2个吧。好，大家感受一下谁的防抖好一点。好了，现在我来做3台手机的前置视频录像，3台手机的最高规格呢都是4K 60帧。然后在识别到多人之后呢，他们都自动切换到了这个0.8倍啊。我从取景光上来看的话，是这个 OPPO 更加自然一点，但是我觉得人有点太黄了。最白的是这个荣耀啊，感觉有点假假的，对，不太喜欢。vivo 这个感觉美颜还挺严重的，我操，这拍的有点好看啊，我喜欢 vivo 这个。当然 OPPO 看着确实挺自然的。现在是顺光啊，我就觉得荣耀这个上面是不是已经有点爆掉了？感觉很奇怪哦。那我们再逆光吧，转一下。转一下，没有光就不看炫光了。现在逆光环境，逆光我觉得也是这个 OPPO 显得会相对来说好一点啊。荣耀那个就感觉奇奇怪怪的，而且他们其实缩到0.8了之后，也是 OPPO 的比较广哎。好了，那我现在稍微跑一下，大家看一下防抖啊。啊，就这样。我们刚刚大概录了3分半钟的4K 60帧的视频啊，现在再在这里稍微拍点照片啊。我们先拍一下杜甫江阁吧，今天就不拍他们2个人了啊，因为早上已经拍过了。荣耀和 vivo 我们都已经切换回他们的鲜明了啊。然后我把 vivo 的这个原生光影也给关掉了，因为它默认也是不开的，而且它默认也是鲜明。那我们就用他们的整个默认的再来拍一下吧。现在杜甫江阁是一个有点逆光的环境啊。
从长五角开始啊，荣耀这边10倍出来，日出日落，饱和度还蛮高的。OPPO 的还是比较真实嘞。啊 vivo 这个鲜明就确实要比开那2个要差一点了。哇，从这个取景器上看，感觉荣耀的有点太艳了呀。我觉得 vivo 也有点偏蓝啊，从这个取景器上看。OPPO 我感觉它切到2倍之后，这个取景器是不是有点太暗了？感觉对比度太高了。那曝光好像有点问题，我感觉。我也感觉它曝光有点问题今天。然后这个曝光还可以吧，但是感觉它的这个颜色真的不对劲啊！感觉这个 vivo 一切到长焦，这个颜色变得很多啊。OPPO 切到长焦之后，感觉对比度也是很高啊。反倒切到长焦之后，我觉得是荣耀会比较真实一点啊。这个 vivo 感觉10倍之后就还可以了，荣耀我感觉就有点泛白了呀。它的鲜明是这么个调度吗？我最后再拉一张20倍啊，就拍杜甫江阁的牌子，他们都没有提示我开启了 AI 啊。那荣耀这边的 AI 我也不打开了。荣耀今年这个拍照，我觉得确实是有进步的，尤其这个长焦吧。好，我们再拍一下这边的绿叶和那个绿叶后面藏着的楼啊。荣耀这个取景器上看，这个树的边上都已经有那种描边了，白色的描边。我还是觉得 OPPO 的色彩会在这个情况下比较准啊，直接用长焦了，3.7倍了啊。荣耀是感觉这个长焦会在这个情况下偏黄一点啊 ，OPPO 偏蓝。然后荣耀跟 vivo 差不太多吧 ，vivo 还黄点。那其实荣耀这个确实是比较真实啊。最后还是老地方，往那个地方拍一下。有一些这种灯牌圆出来一栋楼，来吧，就从1倍开始拍了。你们现在看这个取景器，是不是 OPPO 的比较真实？看地上的颜色，确实 OPPO 好一点，对吧？并不是这种有点黄黄的颜色吧，是这个有点泛蓝的颜色的啊。但是天空呢，我感觉 OPPO 就不是特别真实，显得是荣耀比较真实一点。感觉 OPPO 的这个天更蓝了一点啊，直接长焦。好，确实到了10倍之后呢，这个 vivo 的取景器上就显得画面不是很清楚了 ，OPPO 的明显清楚一些啊。啊，荣耀的取景器也很清楚，比 vivo 的要好。荣耀其实在10倍就已经可以开 AI 了，但是其他2台都没有开。那我们就都不开，开一张直接30倍了。确实 OPPO 的这个颜色是比较对的嘞，荣耀的也还不错，感觉 vivo 的会差的相对远一点，但大家的差距都不是特别大吧。最后来一张60倍的啊，完了，荣耀没电了要。完了，朋友们，快插上，快插上，快插上，快给荣耀插上，快给荣耀插上。哦，哎呦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现在是下午的5点35，显示我们用了5小时39分钟，算它5小时40分钟，然后呢再算一个桌面时间，应该就是5小时50分钟左右。那它最终不是剩2%吗？那再怎么样也就是6个小时左右了。此时 OPPO 还有26%的电啊，太夸张牛逼了！这个有点领先的过多了，好吧 OPPO 7500，荣耀7200，这对吗？你真7200吗？这对吗？那这么看，我的 vivo 是比较真的，只比它少了20分钟。好的朋友们啊，我们刚刚又紧急给荣耀补了一点电啊，我们还是继续拍那张60倍的，一张是开了 AI，一张是没开 AI 的，第一张都是没有开 AI 的。vivo 的 AI 在这个界面还是不能去调的，它是没有开关的啊，所以 vivo 2张拍出来应该是很接近的。哇，有一个很明显的变清晰的过程。荣耀在取景器里面看是最糊的呀。我们再开启荣耀跟 OPPO 的 AI 啊，3个手机再来一张。OPPO 的取景框就是在移动的时候会稍微糊一点啊，荣耀就算开了 AI 取景框还是很糊啊。OPPO 这有给我 AI 吗？等一下 ，OPPO 是什么东西？哇，来了！哇，来了！刚刚 Magic 8 Pro 跟 OPPO 的这个 AI 这一张啊，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过程啊。vivo 也有一个很明显变化过程，但它的速度是比较快的。我觉得 OPPO 画的好一点吧，它的细节感觉画的还挺多的，看到没？这个荣耀上面这个灰色地方就涂白了，我也不知道真实是什么样子的。但是应该会更接近 vivo 跟 OPPO 拍的这个样子的。好的，朋友们，我们开始一下总结吧。我觉得 vivo X300 Pro 今天续航时间确实有点差了，是最近用的比较差的机器了。多久嘛？说一下嘛。5个半小时。我跟大家就这么聊吧，这个5个半小时啊，我们上一代X200 Pro 是在夏天做过一次的，而且它也是120帧金闪闪，可能它性能释放确实激进一点，但是差不太多。X200 Pro 当时好像也是5小时40几分钟，你是它的机主，你有什么话想说的？我觉得X300 Pro 在续航方面没有什么进步。好的，到我的荣耀了啊！我的荣耀今天撑了5小时50分钟，然后呢到了超级省电模式，撑死6个小时，好吧？就算它6个小时吧啊！这个表现，我觉得应该是我们近期测过最烂的这个机器了吧？之一，因为它有最烂的，最烂的，不是为什么？我听不懂vivo 啊。6500啊，它这个荣耀有7200的电池啊，这个表现还不烂吗？这比它多20分钟。那你是可以给 vivo 换个大电池，还是怎么着呢？不过它确实机身挺轻薄的。回答我的问题。那没有，反正续航就差啊。它当时2%进入省电模式的时候，我的 OPPO 还有26的电啊，用不完。那你要不要根本用不完说一下，在X300 Pro 没电的时候，它还有多少电呢？32的电， ？OK，根本用不完，好吧？ OK，
你知道是什么概念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不想知道。就是它比你多1/3，比你多1/4。上次偷电 OPPO 最狠呀，这次怎么还反超了呢？我觉得反而用到旗舰这X300 Pro 没有什么值得太拿出来说的点呢。它的续航可能真的还比X300要差呀。X300我们差不多是70小时，但是那天是60帧的金站产。对，但是虽然120加智能金站产，但是耗20%电有点太过分了吧？它今天能拿得出来点就是亮度的调度会稍微积极一点。就是你手机对着天就很亮，正常的面对暗的地方就变暗。再就是它的第2段车载导航，从南葫芦隧道再回来的时候会稍微好一点点，但是没有好很多。就在3台机器里面就那种不好不坏吧。你看它的性能释放表现也不行，10A10的王者他们都没什么问题，偶尔还会跳到113帧。我的120至臻金站产开了游戏模式也只有90帧，虽然偶尔跳到了一下120，它的扫码能力又不强，它的信号表现联通还可以，电信又最差，它的微信前置摄像头和X200 Pro 感觉也没什么区别，视角还是那么的窄，感觉比那个iQOO 15还差一些哦。反正我是对目前X300 Pro 的表现是不满意的。它还是有优点的，但是我的部分呢就是拍照了啊，待会再说啊。在我的印象里啊，荣耀一直都是这种水桶机的存在啊。那今天这个荣耀 Magic 8 Pro 呢，给我一种偏科生的感觉啊。它今天在暗光扫码的时候是最快的，并且呢，它的取景框也是最亮的。还有我们在步行导航的时候呢，它不但规划非常快，而且实时定位也比较准确啊。在南门口的步行轨迹的时候呢，它也是3台里面相对比较准确一点的，更何况它今天的亮度也是比 vivo 跟 OPPO 要稍微好一些的。它是比不过那个iQOO 15的啊。那肯定比不过了呀，那个一眼好吧？它的游戏模式可以说跟没有一样啊。今天我们在打新产的时候呢，我没有开游戏模式的时候，它是100多帧，开了之后还是100多帧，完了过了一会儿又是70到100左右浮动，一直到游戏结束啊。机身也是比较烫的，这让大家想着从70往110上面奔是吧？他也努力过了，但是他的性能释放就这么个水平，没办法好吧？而且我必须要给大家报告一个事情啊，我们今天是少了一些项目的呀。我们今天是最后发现他们这个续航比较差了，我们就压缩了很多的时间啊。我们美团也没有刷，然后我们的淘宝也没有刷，少打了2把王者荣耀5v5。对啊，我们今天在王者荣耀里面的时间都不到30分钟呢，在游戏内都不到30分钟。但相对的可能来说，这旗舰机拍照会比较多啊，但是负载也跟平时差不多的，所以我觉得vivo暂且不打，因为它电池只有6500嘛，这个7200的荣耀这个续航水平就比它多撑死半个小时，我觉得是更不应该了。李健给我个说法，你这青海湖怎么回事？青海湖干枯了都。对，荣耀这个7200毫安时的电池，在我们今天这个使用中呢，可以说甚至都不如上一次7000的，在那3台机器里面最差的iQOO 15啊，而且iQOO 15的屏幕亮度比这3台都高些，好吧？它是2K 的屏幕呢，感觉旗舰机不如子系列的旗舰机啊。OK， 那最后到我的这个最后的赢家 ，OPPO Find X9 Pro 了。怎么说？今天开头就说了好吧？看我 Pro 今天翻身，你哪期开头不是这么说的？你哪期开头？今天好好的打了一场翻身仗，洗刷了上次 OPPO Find X9啊那么差表现的那个耻辱啊！哎，你们今天不说它偷亮度了吗？他今天微偷吧，微偷了32%出来，所以说是微偷嘛。对啊，说实话，他再怎么偷，你偷32，我也敬你是个英雄，好吧？其实今天偷亮度还好吧，我只能说在户外导航啊、步行的那种时候啊，它的亮度确实会相对来说低一点。但是打游戏的时候，我们其实是会统一亮度的，就是尽量会给它拉高。然后这个 OPPO 在室内的亮度其实还不错的，打游戏的时候也还好。其实在室外也没有低太多对了。虽然你电池是最大的，但是也不至于到这个程度吧？对，表现的话呢，它今天好的地方其实也不是很多。首先它的步行导航是比较差的，各方面呢也都是中等偏下。但是有2点好，一个是它暗光的远距离扫码，还有就是在厕所里面它的电信卡的信号是最好的。它的标准模式的性能释放还是不错的啊，是最晚锁帧的。但是它性能模式呢调度也就那样了。我觉得这个旗舰机其实它调度都挺一般的。硬要说的话，我觉得还是荣耀会相对来说好一点，因为它保持了很久的100多帧。那么至于拍照的部分呢，我们就给大师来总结吧。这3台手机今天拍照，说实话，我没有一台是很满意的。你要我从这里面挑出来一台，我觉得最符合我预期的，或者说我可能最喜欢的吧，我觉得应该是荣耀啊。你们是不是都觉得很惊讶？来听我细细道来，好吧？其实它的颜色确实是有点偏的，但是我觉得它除了这个颜色的偏了之外，我觉得没有特别大的缺点。但是我觉得 vivo 的取景器这一次真的太糊了。第二就是 Orange OS 6这一次为了提升它整个的那个流畅度，它把那个镜头切换之间做得非常的丝滑，但是你跳到那个镜头之后又很卡。
我就觉得看得贼不爽。但今天有一点 vivo， 我觉得要表扬一下，就是它那个原生光影加上蔡司自然色彩，确实非常的所见即所得啊。还有一点我不喜欢的就是它在拍照的时候屏幕亮度比较的低，我在拍照的过程中其实是比较不爽的。而且我这次不想选它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自己现在用的就是 X200 Pro。我觉得提升不是特别的大，而且我个人其实对于这个色彩能够有多还原这些事情，我并没有那么的看重啊。所以我觉得它今天的优点并不是我特别需要的，但是它的缺点我又比较的看重，所以这就是我个人的一个选择吧。OPPO 的取景器的效果还是不错的，但 OPPO 这一次 X9 Pro 没有 X9 3颗镜头那么的一致了。它今天的主摄跟长焦，我觉得曝光是策略上是有点问题的，感觉有点没调好。尤其是在那个顺光的环境下，我是真的觉得挺奇怪的。至于荣耀，它的进步确实是挺大的，我觉得已经到达了一个非常主流的一个水平了啊！我不是因为怕罗总所以才这么说的只是确实要承认它是有进步的，而且它的超广角非常的广。这么说吧，如果你喜欢荣耀这个拍照风格，那我觉得荣耀Magic 8 Pro 这一次是确实提升很大的，在这3台手机里面，我觉得都不会落下风啊。再说一下它们的长焦吧，这个 OPPO 呢，它是长焦微距最近的，但是它那个曝光很奇怪，在那张长焦微距的照片里，我觉得 OPPO 的那个颜色偏的有点太多了。荣耀人像模式的时候，就感觉给人上了一个非常重的妆啊。拍男生感觉不是特别好，我们不是特别的喜欢啊。还有一点就是这个 vivo 啊，没有那个拍照键啊，其他2台都是有的我们今天只是没有用到啊。但是呢 ，OPPO 也有这个按键，荣耀又没有，所以 OPPO 的按键还是最多的。拍照键和这个自定义按键吧都有啊。今天续航之王啊，就是牛逼。好了，那我们接下来呢会给大家拍一些夜景的照片啊，大家不要忘了看。好了，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大家如果喜欢视频，不要忘记了一键3连加关注。更多精彩视频，请继续关注离线玩家。好了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看夜景，看夜景，看夜景，快走，快走。So sexy。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干这个事情啊，朋友们，我们已经把3台机器都充到了29%的电不是3台机器，是除了这台 X9 Pro 之外X9 Pro 过了这么久还有23%的电很夸张。是这样的，我们现在在这里准备用3台手机的光学焦段来进行一下录像啥的你怎么又把衣服穿好了？还穿个白色高领？哎呦，又开始了，又开始了。好。视频的这个设置大概就是这样的。有一点因为我们前几天拿到这台 Magic 8 Pro 的时候，发现它的那个白平衡有点问题然后我们这几台手机，它们默认全都是锁定白平衡是关掉的，大家可以看到全都是关掉的。这个荣耀。好暗啊！对，我现在从这个取景器上看，就是荣耀的这个最暗最亮的是 vivo 他们的超广角都是4K 60帧，都是没有开启 HDR， 都是默认的防抖。来吧，拍的时候这个 vivo 的亮度就下去了，但是还是比其他2台手机要稍微亮一点。好，我现在向他们走过去，这是超广角的效果大家感受一下荣耀毫无疑问是最差的，但是最广的。好，今天贴向你，这是 vivo， 这是 OPPO， 这是荣耀荣耀这个效果确实挺差的。其他2台的话，我还是觉得 vivo 的好一点我们又来到了这个炫装神树下面了。对，这里是1倍好，我现在来开始。3台手机好像都没有什么炫光，那我再调整一下角度看会不会有，能看到一点点吧？中间这个 OPPO 可以看到吗？这里有一点点。但是不是很明显很浅的一条这 vivo 去年肯定是被搞怕了，真的是一点都没有。哇，这比之前我们在这里测的机器好多了呀，还是 OPPO 的会相对来说明显一点，但是程度也很轻了，不愧是拍照旗舰好，那我们1倍还是对着他们对着他们之后，现在从这个取景器里面来看，我觉得还是 vivo 的比较好看但是你要说真实的话，是中间的 OPPO 会比较真实一点。现在我慢慢的向他们走过去大家感受一下这个防抖，觉得谁好呢？完了，我感觉我踩到一个软软的东西了。好，这是 vivo，vivo 在拍你的人的时候，我感觉好黄但是你脸上并不是黄的，因为这旁边的灯是有一点那种橙红色的，有点黄，我感觉这个颜色不太对劲好，中间的 OPPO，OPPO 的颜色是比较准确的在荣耀，我怎么感觉荣耀这个好奇怪哇，你好糊我不知道它录出来会不会是那种很糊的，你现在像个伟人，你知道吗？这个荣耀哇，录像还是不太行。
虽然我刚刚说了我好像挺喜欢它的拍照的，但是我感觉它录像好像是挺差的。这个主摄录像我会选 OPPO 啊。现在是3台手机的长焦的光学焦段呢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从取景器上来看的话，是这个荣耀跟 OPPO 的会比较清楚一点啊，还是 OPPO 的最清楚啊，而且比较真实。vivo 这个挺亮的，但是感觉这两个人好糊啊，应该是切到了长焦镜头吧，我试一下。哦，切了呀，这就是3.5倍啊。那行吧，我现在向他们走过去啊，大家感受一下这个防抖。焦段可能会有一点不太一样啊，我就向韩宝走过去了。走近了之后，我看一下 vivo 从这个取景器上看还是很黄啊，但是清晰度还可以。OPPO 的整体的这个光影和颜色还有它的清晰度都比 vivo 我感觉是要好一点的，然后就是显得就很糊啊，不是很喜欢啊。好的，接下来我们准备拍照了，还是拍他们两个啊。我现在又调了一下荣耀呢，就调成了自然，大家可以看到吧，自然的模式啊。vivo 呢，我打开了蔡司自然色彩，并且把它设置里面这个原生光影给打开了，而且有一个点啊，我关闭它，好，我再把它打开的时候，它底下会有一句话，还原相机原生光影，所见即所得，太屌了，好帅啊！你是不是想让它下放一下？那肯定要给我下放，给我200 Pro 啊！我个人不是很在意啊，我觉得照片拍出来好看更重要。朋友们，我要收回我刚刚说那个喜欢荣耀的那个东西啊，它在夜景这个方面，我感觉还是有点差距了，我不太喜欢啊，怎么办啊？那你现在最喜欢谁了？我现在 OV 随便选，我觉得 OV 都可以，我可能更喜欢 vivo 一点了，好烦啊！但是 vivo 这次确实对于这个X200 Pro 来说的话，升级幅度不是很大呀。怎么说呢？这个夜景的话，成片只是一方面啊，这个荣耀的体验我感觉挺差的 ，vivo 的体验非常的好啊。哎呀，感觉它的看的速度什么那些都很快啊，好爽啊！我刚刚用到长焦啊，拍这个场景啊。vivo 为什么给我10倍到美食了呢？这在吃什么呢？吃花呀，吃照片，吃楼梯。你看我切回来啊，好，美食应该会消失，还是没有消失啊？消失了。好，你看我切过去啊，美食模式又出来了。哎，没了，又有了。哎，我试试美食模式，我好像又没有那么喜欢 vivo 了。又成 OPPO 了。手动了一下就还好了，消失了，消失了。我动到这一台消失了，那我就在这一拍吧。这没有美食啊。又有了，那我只能调整一下我的角度了。我选 OPPO 了，我选 OPPO 了。等会儿我说不定当初怎么幺蛾子了。本来这个视频应该已经要结束了，但是呢，这个 OPPO 现在我们拍完夜景之后，还有15%的电啊，没有给它充过电的朋友们，我觉得太离谱了。我这个续航是真牛逼。哎，看一眼吧，看它现在多久了？朋友们，现在 OPPO 呢，它上面显示是用了6小时25分了，还有15%。我们加上桌面的时间呢，应该有接近6小时40分钟了。那7小时肯定是 OK 的，我觉得还是挺厉害的嘞，而且拍照很多啊。拍完夜景之后选 OPPO 了，拜拜拜拜，溜了，下班。